1949年11月1日至12月27日，人民解放军历时57天，一举解放了川、康、滇前大部及湘、鄂、陕、甘等500余座城镇。蒋介石亲自督战，仍难挽败局。他于12月10日自成都飞至台湾，从此再未踏上大陆。总裁，这是国防部关于收复昆明、惩戒叛徒卢汉的几种方案，包括就近抽调部队直逼昆明，以及空军直接轰炸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。看来国防部上下无不义愤填膺，就等总裁一声令下。不忙。志柔啊，戡乱救国，光去惩戒卢汉还远远不够啊！我对空军还有更重要的安排。卑职明白。西南战事失利，再加上今夏电文的破译内容，我怀疑军中有高层共谍。那个古正文现在在哪里？一会儿开会的时候，文件交给队长啊。到时候再整理一下。局长，台中山区地形复杂，村落之间的交通呢多有不便。属下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拉近了和当地村民的关系。经过多方探查，直到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批人，他们以垦山的名义在大肆收购日军留下来的武器。结合之前搜集到的零星线索，综合来看，我判断共谍的其中一个武装基地应该就在竹子坑和白毛山一带。具体的位置呢，还需要再详细的侦查才能确定。你去整理成一份材料，我会派人另外去搜查。是。如今国军节节败退，全国的情治人员都挤到了台湾，可这台湾能有多少共谍用得了这么多人？所以整顿裁撤势在必行。有为才有位。是。咱们破获光明报案那点功劳吃得差不多了，是时候要重启账号案。是。来，你上次香港没有白去，四处用你带回来的密钥和密码本，破获了一封9月21日截获的电报，内容是今夏的军事部署，并且根据刘康福口供。他是在给一个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报，所以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。建峰同志已经同意，得从即日起官复原职，却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。是。不是那个刘队长，你的数量不对啊，少了有100-200斤啊。不应该呀，你是不是数错了？我怎么可能数错呢？刘队长，你不能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吧？还不太合适吧？我组里那么多兄弟，我这怎么分呢？啊，我就是个跑腿的，处里给多少，我给你送多少，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，我能差你这口粮食吗？对吧？走了啊！哎，刘队长，这数量就是不对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是不满意，我拉回去就完了。信不信我换个人送过来再短200斤？啊？不是我满不满意，组里面那么多人，你让大家看看，是不是每个月比每个月少？我没骗你啊！哎，阿旺，啊，你过来评评理。小王，你过来看看啊，他们是不是克扣军粮？这些我也不太懂啊。不是你怎么不懂？你过来，你文件夹烂了，阿旺没带。你看吧，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事儿。部队上面吃空都是上级吃下级。刘队长啊，你今天不给我补齐了，你今天别想走。哼，你想找麻烦是不是？我今天就找麻烦了。你，哎，停！哎，组长，
组长您可回来了，他们一直克扣咱们俩。说什么呢？什么克扣军粮？啊，顾组长，咋可能呢？是吧，刘队长？顾组长，都是给国府办事的啊。现在本身都困难嘛，懂，不容易，但没关系，我不是回来了吗？对，这有点钱，大伙也不够分，先拿去给大家打打牙祭吧。刘队长，如果你实在不够分的话，要不然你把这车粮食都拉走。哎，那倒不用，顾组长，不用，真的。下次有合适机会，我再给你多置办一些过来。真的？对，那多谢啊，麻烦了啊。组长，我替大伙谢谢你，真的可算回来。您不知道，您不在这段时间。行了，别老盯着点小事儿，把那个平安号的传情号给我找出来，我有用。东西帮我拿上。你都小心点啊！是。给我吧。好，组长。外婆看报纸啊，外婆看会报纸啊，听话啊。哎，9月19日晚22时到达基隆港，21凌晨6点发船。组长，找到了。张浩等于就是21号一出海就发电了。但是19号晚上22点抵达基隆。基隆当时是在宵禁，也就是说，他只有20号白天有机会拿到电文。什么电文啊？溢出来了。啊，把那个刘康福给我带到审讯室。哎，知道找你来是要干啥？我之前缴了谷组长的大计，这次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。升的大气了，那个事情是在变化的啊，也不都怪你。这次的任务很简单，你就把你和那个张浩从认识以来啊，所有的细节，他说过些什么话，做过些什么，甚至包括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，有什么样的习惯用词、习惯动作，你全部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我。好，我全都说。我第一次见张浩是8月底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台工委已经派我在平安号上工作2个多月了。他是船上的大副，对。我那天正在练抛缆，他突然就找到我。吴次长，吴次长，总长还没回来？还没有呢。今天部里也没有会啊，他去哪儿开会了？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，要不等总长回来，我给您打电话。你是第一秘书，你不清楚？黄家将军1天3封急电，我等着总长定夺呢。总长去新竹基地开会去了，特意吩咐不要有人打扰他。哦，好，等他回来你马上告诉我。是。9
9月20号。你猛地这么一问，我也想不起来了。这都过去3个多月了。3个多月了，确实，但是你看哈，平安号是19号晚上抵达基隆港，但是21号凌晨就离开基隆港去了广州，也就是说，张浩唯一能去台北的时间段就是20号的白天。您这么一说，我记起来了。那次靠港特别仓促，根本就不允许我们下船。至于张浩下没下船，他去了哪儿，我就不知道了。顾组长，我跟这个张浩一共也没见过几面，我知道的，我能想起来的，我已经全都交代了。我相信你。那你和张浩之间有没有什么非正式的交往？不是你们党内的工作啊，也不是平安号上的工作。您这么一说，还真有一次，我在基隆吃馆子的时候碰见过张浩。什么时间？他见了什么人？他看见你没？那时候好像也是9月底。他在干嘛？我真的忘了。我坐在馆子里，他应该没看见我。啊，那天天气很热，街上都是晒咸鱼的，有一股鱼腥味儿。那你吃了个甚了？3鲜面线。老师，你是觉得周芷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？反正很反常。这样看来，空军是要有行动了。有这个可能。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，是不是空军想要报复卢汉，轰炸昆明，还是会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？中国这么大，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。顾组长，您不吃啊？哎呀，你不管，我又不饿呢。味道还行，可以。味觉、嗅觉都能帮你回忆，想起啥来没？没有。没关系。那是这，你那天看见张浩的时候，他是在你的正前方呀，还是在你的左边、右边？右边。你的右边。在您的右边。你的左边。这边。在你的左边。你当天吃3鲜面线，往左边一转头，看见了张浩。小南，啊，来，站到这里。快！你就是张浩，来。张浩当时是不是和人在交？对。那张浩当时是不是在跟人交谈？因为是这样的位置，你看不见那个人。那个人是在墙后面。这边有一堵墙。对。哦，怪不得。回头。对，回头啊。对，张浩当时就是回头了，我才看到他的。我记得那天，他好像有点舍不得走的样子。舍不得走呢？那看来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。明天带你去基隆港看看。
哎，等一下，好像是这样。别，前面找地。记得好像是这边。当时这边有很多卖吃的、卖小吃的地方。哎，这儿，这边。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，然后他站在那边。这不是你的右边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记错了。那你当时看的就是那个房子？对。你确定吗？啊，确定，就这儿。大家还是不看话，你这个身高很小啊。哦，来，抱歉抱歉。有害你打拍出来，你就甲讲一声哈。太可惜。多谢。啊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。请问这个叫什么鱼啊？本地的四破鱼也叫巴浪，这个煮粥煲汤非常的鲜。还怕您听不懂呢？您也不是本地人。哎呀，做生意这天南地北哪儿的客人都有，学两句当地话好做生意不是？是，那给我来点这个。好，哎，这儿的好，我给您称点这个。好。组长，您是觉得这家店有问题吗？马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啊？平时她不最爱打麻将吗？马厅长又在外边游了。马厅长风流，1个月换一回。哎，你们真的不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？谁呀？华都舞厅的头牌，还是个空军遗孀。哎，这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啊，毕了业就嫁给了个飞行员。哎，这新婚的第2天，老公的飞机就从天上掉下来了，来台湾做了歌女。我见过啊，长得那叫一个水灵。难怪马厅长把持不住，天天不着家。哎呀，黄太太，要不然你先替我打一会儿，我突然头有点疼，我去那边休息一下。行，那我来啊。你整天上哪儿听的这些八卦的事儿？我们家老段跟我说的呀。谁的？他不就是干的这种打听别人消息的活吗？你们家老段知道这么多的八卦的事儿，你就不怕他跟着马厅长去了华都舞厅啊？他要真有那心思，那我哪里管得住啊？只要他不往家里带就行了。你还真大度。那我能怎么办嘛？也是，总不能拿绳子绑着别人的脚吧？真羡慕吴太太啊，从来不用担心这种事儿，是吧？我家李先生也说了，吴司长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人，从不在外沾花惹草，就知道努力工作。可不是嘛，我也听说了。人可不能妄想啊！哎，我可听说啊，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吴次长。哎，小点声！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，都盯到上司家里头去了。吴司长啊，他不是搬家了吗？会不会是女同事啊什么的？这是个太太打扮模样，那肯定不是女同事。行了，别再背后议论人了，小点声。邹太太，哎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实在是有点太累了。我就先撤了，好吗？你们慢慢玩。好，再见，吴太太。下次见啊！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柳妈，把舞台来皮鞋拿过来。来了。来，给我吧。啊，谢谢啊。哎呀，今天不好意思啊，扫大家兴了。哎呀，哪个坏呀？你来，我随时都欢迎。哎呀，是我不好，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。没事，快进去吧。啊，再见啊。他生我气了？我说错话了不成？柳妈，把段太太的大姨也拉过来，她也该回去了。我这个人挺直爽的，最讨厌是非了。
以后窦公馆不欢迎你，请便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呀？这年头说句实话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等什么时候你们家段厅长成了段次长，再说吧。回来了，太太。嗯。你不是去窦公馆打牌了吗？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你今天没加班啊？没有啊，不是约法6章吗？到点回家。话说的还挺老实，宁可相信鬼，也不相信男人的嘴呀。怎么了？嗯？是在窦公馆听说什么了吗？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很辛苦，我知道，也理解。像你这样的大官儿，在外面有相好的也很正常。但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不许骗我。这是听那些太太说什么了？怎么说呢？今天马太太没来，他们就说马厅长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人。哦，那窦太太就说很羡慕我，结果旁边的段太太就添油加醋说什么，你是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。哪个太太？段太太。说什么不着边际的话了？你别问了，没说什么。雨荨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不许骗我。碧葵，你18岁，我们相识相爱，结婚30年，难道这些还抵不过他们那些闲言碎语吗？我就不应该听他们说，我不应该听，说的什么呀？碧葵，这句话要听啊！不管听到什么，你都要相信，我不会骗你。要相信我。发型真好看。早，老师。段推直在查谭太太，就是因为店里招待所碰上那事儿。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，这样查下去会很快露馅，所以必须把他送回去。你尽快给他办理带上。好，今天就办。
能知道金夏情报的人不少啊，你还是怀疑吴司长？能够掌握厦门、金门部署的人确实是不少，但是同时又能在9月20号有机会和张浩接上头，还有在台大医院门口确实和张浩见过面的，只有吴司长。那跟这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怀疑张浩在9月份去三荣行见的人就是林一良，而且根据刘康福的描述，这2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浅。我认为有可能是血缘兄弟，或者是合作时间很长的共谍同党。当然，不论是哪种关系，只要把他查清楚，都对案子的进展有重大的突破。要红一窝，这种情况很多见，还不够，还是太外围了。你既然怀疑的是吴司长，你必须要掌握第一手情报。是，属下正在想办法。上哪找这么好的东西？还亲力亲为，这样的别墅啊，都得自己搬。看啥呢？干活啊，一直在看。早干完早拿钱啊。哎，往哪儿放啊？哎。这个也放门口。哎，您好，您这是？我想解个手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边请。不是里面的不。从这儿左转，右手便是。他们这个店警惕性太高了，而且几个伙计口风也紧得很。我一直在找机会，都没有能混进店里一步。组长，我觉得这家店绝对有问题。行了，我帮你总结一下，就是普通的身份渗透不进去嘛。是啊，你说这个三荣行，真插不进去，水也泼不进去的。要咱们打进去啊，确实有点困难。光明报那个案子，咱们抓回来的吉隆工委成员还剩多少？30几个人吧。30几个。您的意思是，我们假扮成吉隆工委的人？这主意好呀，组长。我怎么用的？我不是为别人，我没有啊！我没有干过，帮我处理好。这怎么用的？我怎么用的？我求求你，我没有干过，我什么都没有干过吧？放了我吧！这不是啊！庄老师，久违了。哎呦，您都瘦了。哎，狗德姆，基隆中学47条人命，你晚上睡得着觉吗？睡得着。您忘了，我也是唯物主义者。你不得好死啊！还真挺合适的。带他出来。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
吴次长，请留步。学长，外交部告诉我说，法国政府终于同意让黄捷兵团撤进越南。哦，好啊，能回来一点是一点吧，总比让林彪多抓3万俘虏要好。条件是，部队必须缴械。缴械？向法国人缴械？进。组长，您找我啊？来坐。那最近收成怎么样？什么收成？不是说你这段时间经常回行动处帮忙吗？组长，我没有吃独食。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弟兄们都快揭不开锅了，所以我就想办法给大家改善生活。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侦防组的全称是个啥？保密局侦共防共组。保密局侦共防共组这个部门啊，其实成立的历史非常短。你还在台湾站的时候呢，也就是行动处下面一个科。光明报这个案子之后啊，局长欣赏咱们在抓捕共谍方面呢非常得力，所以才单独拎出来成了一个组。但是如果今后的工作展开的不顺利，抓不到共谍，那你恐怕就只有上大街去查身份证了。就好像你说我又会国语又会闽南语，正好派上用场，不像于霄南那样笨嘴拙舌的，连查个证件也干不好。是，组长，您怎么会知道？你不是这么说的吗？我记得这就是你的原话呀。对不起，组长，属下确实口出狂言了。哎，怎么叫口出狂言呢？你看，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特长，我才专门从叶署长那儿把你调过来嘛。想多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走。退一步说，就算国防部命令黄捷兵团不许缴械，固守待援，你觉得他们能听吗？他们一路从湖南跑了1000来公里，就差最后一步跨过国境线就安全了。黄捷兵团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节节败退，只能借道越南转运回台。此前吴石几番找周至柔打探消息无果，现在周至柔主动提及此事，吴石敏锐察觉到这是打探空军秘密行动的最佳时机。随即，吴石顺水推舟，借自己反对黄捷兵团向法国人缴械的情绪，刺探出周至柔对此事的真实想法，而后见机行事。无论如何，那也比被共军歼灭强吧？那总长，您打算怎么安排？黄捷兵团缴械以后，会在越南的海防市集结待命。这其中各方面牵扯甚多，所以啊，这部里啊必须得有人管，还得拜托学长多方协调。是，明白。那我来负责，直接向你汇报。3万人，我需要运输舰，我粗略算了一下，大大小小需要3到10艘运输舰。好，学长可以直接去找马厅长，他现在负责军需的协调。如果实在是调配不过来的话，那也只能暂缓了。不可暂缓。总长，黄
黄杰毕竟是前任参谋次长，如果他真的被俘了，谁的面子都不好过。如果能把黄杰兵团接回来，那毕竟是3万有生力量。好，那就有劳学长了。放心，我尽力而为。他属下一定肝脑涂地，为组长多抓共谍，让真防组这3个字实至名归。怎么是为我呢？你哪怕不说为党国为主义，你至少也应该为咱们组里所有人的福祉嘛。刚才你自己都说了，组里弟兄的生活你很担忧啊。好事情。是，为咱们组多抓共谍。好。南宫联盟，现在我这儿就有一个任务，需要你去执行。马厅长，吴次长来了。哎呦，吴次长，您怎么亲自来了呀？马厅长好雅兴啊！这在您面前可真是班门弄斧，纯粹是消磨时间。哎呦，你这个厉害，罗振玉，哎，真是大行家。次长，什么时候您也给我写一幅字啊？那段厅长得了您一幅墨宝，成天在我面前炫耀。没问题啊。你想好内容告诉我，我写给你。来，请。您是大学问家，又是大书法家，您写什么都好呀。来，你喝茶。前一阵子啊，我从广州啊抢出来一批文房四宝，那宣纸都是精选的，其中有一方啊，57烟，哎呦那块木哦，真是难得。我都已经差人啊送到武公馆了。多谢马厅长。宣纸宝贵，但是兵员更宝贵。马厅长应该猜到了啊！我今天到这儿来，是为了接黄杰兵团回国一事，来请求你的。哎，次长，请求可不敢当啊！总长呢已经知会过我了，我本来打算一会儿去您办公室亲自向您汇报。那我就不管二拇脚了啊！黄杰兵团3万人，至少需要5艘运输舰。您这可是为难死我了。您就算扒了我的皮，我也编不出5艘运输舰。不对啊，我知道，仅交接美国军援那次，那就有10艘自由轮运输舰。我这个要求不是信口开河。次长，我就是个管后勤的，现在到处都有运输要求，我实在是调配不开呀。那怎么办？就让黄杰兵团3万将士在越南那个集中营苦等吗？隔几天就有10几具尸体抬出去，这是牵扯到外交事务的，或国府脸面，后果你马厅长能承担吗？次长，您看这样，我先给您派3艘，行不行吧？马厅长既然这么为难，那你就把送到避舍的什么宣纸啊什么的收回去吧。啊，接不回黄将军部队，以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用那么好的纸墨了。哎，次长，您别走。那我就说实话啊，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，挺进海南岛，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。顾总长派了1个船团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，周总长呢又调了一大批的运输舰去了舟山。我现在手上连往金门送补给的船都不够啊，我的次长。来，你先走。胡连将军啊，都催了我2回了。去舟山送补给，这事儿没那么着急吧？不行，你就先把这批船派去越南。您是不知道，就说往舟山去的这批船要的是最多最急，限期2周必须运完。马厅长，还有什么事儿能比我这事儿着急呢？
还有什么事能比3万将士的性命更重要呢？司长，话是这么说，可邹冲长也说了，此次转运之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。